红烧肉、猪蹄、龙虾。闭着眼的孙林嘴里嘟嘟喃喃：“哎呦，舌头！你丫蛋的！这糟心的穿越，这糟心的年代，饥饿扰得他不能入睡。”孙木木冒着寒风去门外水缸喝了个肚圆，才金手指呢？我的金手指呢？3个月了，没啥吃，没啥穿，现在走路都放着。原来后世的孙木木大学毕业后，在家包了10亩地，弄起了大棚，养些鸡鸭和蔬果，一年也能存下个好几万。对这样的日子，孙木木其实也蛮满意。哪知道3个月前，孙木木骑着小电驴从大棚回家的时候，刚见一发动，孙木木直接栽了进去。再次醒来，已经是1960年，3年自然灾害的第2年，他魂穿到了这个16岁青年身上。还好后世他还有个哥哥，加上他的保险赔偿也够父母养老。胡思乱想的一波，孙木木才迷迷糊糊入睡。翌日清晨，嗨，小木木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不行就到旁边歇着，别在路中间挡着别人的道。叔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我再试试。孙林擦了把汗，稳了稳肩头的担子，试着站起身。旁边的村民听到这话都乐了。太饿了，眼看稳不住，孙木木连忙把担子卸了。不行，太累了，双腿打晃，2只胳膊都使不上力气。那你别担担子了，过去浇水。知道了，队长。听到队长王双宝发话，孙木木应了声。孙木木这个大个子，在一群妇女老人中也算是鹤立鸡群，可干活速度比起他们那差的就远了。但瞧着孙木木这孩子不容易，村民也没多说什么。磨蹭着浇了一下午水，累瘫的孙木木坐地上看了看天，哎，又是艰难的一年。下工。听着队长的声音，孙木木直起身子，拍了拍老腰。木木，晚上到我家吃饭。就不用了，没跟奶打招呼呢。舅舅家3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能吃，养活自家人已经很难，现在这个世道哪家还有余粮？孙木木心里是想去，可还是开口拒绝。王虎又说了几次，见孙木木不愿意，也叹气离开。孙木木到了家，感觉自己要不了多久就要再重生一次了，走路都有点飘了。见还没开饭，先是灌了一肚子水淌倒在了床上。一间10平不到的土房，这就是孙木木现在的家，无处不显示着这个家的穷苦。前身一家一共6个人，孙木木父母、2个姐姐还有1个弟弟，但孙木木并没见过他们。他醒来时，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。据说是爸妈带着姐姐和弟弟往北边逃荒去了。都说北边土地肥沃，粮食更是吃不完，但这都几个月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没带上他是因为前身那时正病着躺床上，再次醒来的也不是原来的孙木木。晚饭还是老3样，看不见米粒的粥水，1小盘萝卜片，加上每人1块红薯，不是一个，是一片。一片蒸熟的红薯，每块小手指那么长。孙木木手上这块当属最小。小安被欺负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，一天就知道吃。老太太对着埋头干饭的孙木木一顿数落。听到这话，老太太还想继续说。孙木木看这情况，连忙一口喝完米汤往外走去。你给我回来！行了，别管他，吃饭。怎么小说里每个穿越者都有金手指，我的呢？真憋屈啊！按照这情况发展，再不找后路，我就得凉了。饥饿感又起来，孙木木爬起床，偷摸出了房间，来到一处干涸的塘子。孙木木摸摸搜搜找到个水洼，从旁边找出条草绳，往上一拉，只见草绳下方挂着的藤网里有10几个大小各异的河蚌，这是孙林的储备粮。要是没这玩意，光靠家里那点吃食，他哪还能去上工？孙木木拿出石刀撬着一块最大的贝壳，突然一道黑影从侧面袭来，躲之不及的孙木木被撞倒。这算什么？居然被野猪又在欺负！眼见野猪体型不大，孙木木看准机会，抱着石头直接狂砸，一直看到野猪爬到地上，嘴角和鼻孔一泄，孙木木才松开石头。脸上满是虚汗的孙木木大口喘着气，肾上腺激素飙完。孙林只感觉全身无力，摸了摸胸口，这什么时候有的？这是我那竹哨，很像后世我呼唤鸡鸭的竹哨。突然意识一阵模糊，再次清醒，只看到白底、黑土以及一个水池。这是我的大棚，可是我那些铁架子呢？我的蔬菜瓜果和那些鸡鸭呢？可这才3个来月的时间，就算鸡鸭死了，蔬菜瓜果烂了，但也不至于一点踪迹都没吧？正困惑时，一道道信息浮现在脑海。原来是这样，不止孙木木穿越了，他还带着这个连着土地的大棚一起穿了。这竹哨现在是大棚的载体，竹哨可以隐没融入意识。而且带过来的大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
水培营养液变成了现在的灵液，加速动植物生长，提高品质。使用后会缓慢恢复，只不过人不能喝。空间内的水资源用完后可快速恢复。至于以前的鸡鸭和蔬果，皆早已化为废料。更奇特的是，门口那个放杂物的木柜竟然变成了储物空间，放入里面的物品可保持静止状态，但不能存放有活物。空间种植和饲养动植物成熟成年，空间会获得能量升级点，到了一定的升级点，使用黄金可以让使空间升级。你升级才能用，那我就升级呗。为什么还得用黄金？我还得费功夫给你去弄黄金。孙木木嘴上虽然骂骂咧咧，但到时候该生还得生，毕竟这个年代粮食在手才心里踏实。在大棚内的森林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能力，一个一点之间来到原先养鸡鸭的地方，看着空空如也的鸡圈，孙木木一个一点带着旁边的野猪一起又进了空间。不对，刚刚野猪是怎么进来的？他好像没有动作，只是想着带野猪一起，便把它收进了空间。孙林突然想到什么，身体又出了空间，来到现实。随着一块石头凭空升起，孙木木才意识到空间带来的另一样功能——精神力外放。试验了下，目前的精神力只能外放5米的距离。如果只是收取物品进空间，用精神力触碰即可，但有个前提，就是物品不能被固定住。了解一番后进了空间，给野猪喂了几口灵液，可最后还是无力回天。断了气的野猪灵液也无法救活，孙木木直接在空间给野猪放血、拆骨、分肉。石板上野猪肉片被煎烤的滋滋冒油，发出阵阵肉香，引得孙木木喉咙会痛。这3个月别说肉了，荤腥都没见过。孙木木等的有些迫不及待。当天熟，孙木木吹了2口，直接咬下一块肉，烫烫烫。下，吃着吃着，孙木木就哭出来了。3个月没沾过一点荤腥，没吃过一顿饱饭。穿越在这个饿的只能靠喝凉水充饥的年代，小伙却意外捕获了一头小野猪。3个月来，总算吃上了第1口肉。接上集。3个月没沾过一点荤腥，没吃过一顿饱饭，也没敢吃太多，怕一会拉虚脱。孙木木望着手上的竹哨，怔怔出神。这玩意竟然也有特殊功能，不过要将自己的鲜血滴入竹哨，再通过竹哨将血滴入动物体内，即可让该动物认主。可惜的是，目前只能让一只动物认主。竹哨和空间一样，得空间升级才能控制更多的动物。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把那块地种满，然后再考虑升级的问题。随后，孙木木拿着剩下的猪肉往家走去。经过舅舅家时，发现正闹得不可开交。孙木木把刚提出来的猪肉又收进储物柜，走了过去。只见王虎家院子里，孙木木舅妈李大花和孙木木家老太太正吵得厉害。你这说还钱就还钱，你家老大写的欠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去找你家老大要。不是你家还谁还？当初要不是你们闹得那么厉害，我们能借钱给他？自己亲孙子治病借点钱都不愿意，连老大家自己那份都不愿意拿出来，怎么好意思的呢？要你管，我家现在过不去了呢。老大家带着剩下的钱跑了，就得你家还。你们不是喜欢出风头吗？他奶，现在这刚开春，家里也没钱啊，能不能等到夏天结算了工分再说？说什么说？他爱找谁家找谁家，想让我们还钱，拿出我们家写的欠条。等算工分，你家也跑了怎么办？让我找家里那个病秧子还？不行，必须今天还不上就用房子顶账。感情是惦记上我家房子了呗？怎么家里老小没房子结婚，就用这勾当来骗房？你别说什么骗不骗的，不还钱就给房子。当初你们把事闹那么大，现在老大家跑了不找你们找谁？对，要么还钱，要么给房。这是孙木木他小叔孙德才，老太太最小的儿子，今年21还没结婚。附近出了名的好吃懒做，要不先还你们10块，后面的算了工分再给行不行？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家底了。不过日子了，你不吃，孩子们也不吃饭，家里就这10块钱了，还等着有时间去买些粗粮回来。现在附近的树皮都快被啃完了，这钱要是给出去了，一家人都得饿死。没钱，有钱也该不到我们还，我就待在房里，有种你们来扒我家房吧。嘿，耍横是吧？你看我敢不敢扒你家房？你有种试试看。孙木木阴沉着脸走了进来。刚刚在门外，孙木木算是听明白了，以前他还记老爷子一家的好，虽然是当初是舅舅一家闹得太大才给他治的病，但毕竟老太太最后还是出了钱的。你怎么跟你小叔说话呢？也就你拿他当宝，可别说这种人是我亲戚，我嫌丢人。木木，你咋来了？舅妈，你们怎么都没提过这事？小孩子家的，跟你提着干啥？孙木木，你长本事了啊，连你奶奶和小叔都不放眼里了。我有什么本事我不知道，但你们本事可不小，拿着我爸的欠条来抢我舅家的房子。还有孙德才，他是什么败家玩意，你们心里没数。上次刚花钱给他堵了窟窿，现在还敢给他放，你们一家子都缺心眼吗？你个小兔崽子！说着便冲了过来。过来，看我敢不敢砸你！孙木木适可而止，
别搞得自己和正义使者一样。刚刚咋没听见你说句公道话呢？对于这个爷爷孙木木并不感冒，道貌岸然的样子做习惯了。老爷子孙德行是周边少有的知识分子，周边村民也颇为敬重老爷子。老爷子自认为他说了话后，孙木木应该消停，哪儿知道被孙木木直接正面对了回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门口传来声音：“都干什么呢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都吃饱了闲着没事做。”队长啊，没事没事。怎么没事？队长说这是你来评评理。小木木，什么是你说？说是这样的，孙木木把事情经过说了个大概。这边孙家这一家子脸色都不好看了起来，老爷子更是脸色发红。有这事？队长，既然说开了，你说这老大家跑了，他家是不是得还我这钱？奶，条子上写的，我爸还你钱，你这么急着找人要，你这是笃定我爸死了？你爸现在还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，等你爸，别我们一家子都饿死了。那就用我那间房抵账吧，我明天就搬出来。什么？你那间房抵账？做梦呢，还没分家呢。就算你的房，就算分家也是算你爸的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既然你说抵账，意思是你还吗？你拿什么还？我还。你们天天说我治病花了多少，我就想问问什么病要100块。你别说这有的没的，你问你爸去，钱是我们借的，又不是我们花的。这里面有隐情啊，钱肯定是借了，但原主父母这100块到底花哪了，成了问题。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，先把这事先处理了再说。哈，我就纳闷了，既然没分家，怎么还有借钱一说？不都是一起的吗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这一家子不要脸呗！拿钱的时候怎么也不给，你爹娘着急了才开口说借的。现在说着没用，白纸黑字在这，你来还？我还，但是得答应我2个条件。木木，你还什么还？别说傻话。对，小木木，这可是100块，不是几块钱，你想好了？奶，你就说行不行吧？嘿，来，你说说什么条件？第一，现在我住的那间屋子归我，我还完钱的时候，这屋子我不要，抵账30块。不行。恶毒奶奶带着好吃懒做的小儿子要霸占舅舅家房，扬言还要强拆舅舅家房。小伙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真理接上机。不行。先别急着拒绝，你就算不同意，最后闹到大队，闹到公社，这房子也还是归我，那时候可就不是30块能解决的了。这时候，孙家老三孙德文凑到了老太太跟前。妈，答应他，这房子到时候空出来，我想办法凑钱，你40块给我。孙德文家一共5口人，2大人3个孩子，挤在一间10多平的屋子里，好不容易碰到这好事，哪能放过？行，条件答应你了，什么时候还钱？第二，还钱的时候我就分家，你们得把属于我的全部东西分给我，公分、粮食什么的，一样都不能少。虽然东西不多，但该是我的，你们一分都别想抢走。唧唧歪歪，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还钱？等着吧，2个月之内。什么？要知道那个年代正式工之前还有3年的学徒时期，1月不到20元，而农民一天就算重劳力10分，一天也就不到1毛钱。小木木，你可想好了说啊，70块你2个月还。对，奶，上面2个条件你答应不？答应了我2个月内还钱分家。哦，对了，我说的分家是指彻底断亲。断亲，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愣了。这年代分家都是天大的事，断亲就更不得了。只要你还了，断亲行。木木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钱你爸借的，还不知道你爸他们什么情况，你别随便往自己身上揽。舅妈，别说了，这钱和你们没关系，队长叔也在这，正好做个见证。行，队长你作证。孙木木，你确定了？2个月还。行，我在这做个见证，这事就这样谈妥了，散了吧。说，我看还是立个字据为好，别到时候说不清。立，必须得立。王虎和李大花劝了孙木木好几次，还是劝不动。10分钟后，一份还钱就分家、断亲的字据写好，这才算完。不自量力！老爷子丢下一句，便率先离开。对于孙林正面对他这事，他还气着呢。孙家人也陆续跟着离开。记得2个月。你倒是说句话啊！舅妈，你们别愁了，我给你们带了好东西。说着，孙木木便出了门。还他娘！我有空去木木他2个姨家一趟吧，怎么也不能让孩子吃这亏。唉，去趟吧，我和你一起。可去了又有啥用呢？现在哪家不是揭不开锅了？王虎他2个妹妹家能好到哪儿去呢？舅妈，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。野猪，你哪儿弄的？也是巧了，碰到只小的，这是我给你们留的。你给我们留这东西干啥？我拿去给你换成钱，一头小野猪也能卖个几10块，我再去你姨家借点，把那钱给还了。那我不管你，这是送你们的，你们换了钱也别给我。对了，舅妈，还有红薯没？给我2红薯呗。有，我给你拿。这肉你别吃了啊，这是听你舅的，全换成钱。舅妈说完便进了屋子。舅妈，我要生的，别弄熟了。木木，你说这山里还有野猪吗？舅，你可别打那主意，钱我已经有路子了，2个月保准能还上。我就问问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来，木木，给你挑了3个大的。
好嘞，舅妈，那钱我有路子了，这肉就别卖了，给小花他们补补，你们也早些睡。孙木木说完，拿着红薯出了院子。哎，木木，木木这孩子比你可靠谱，这肉咱们先熏起来，到时候钱不够就卖了凑凑。而且你没发现木木不一样了吗？就和变了个人似的。现在他家就他一个，压力大了吧？随后，孙木木回家关上门进空间，将3个红薯丢进去，用土埋上，意念招来灵液分别浇灌。只见刚刚埋入的红薯不断的钻出芽苗，这么快，这是要发了。孙木木把这些芽苗分开挨个种好，又浇了些灵液。只见红薯苗飞速生长，满地的红薯藤蔓开始蔓延开来。这灵液真是好东西，从芽苗到成熟只需要短短几分钟。意念一动，红薯被收进储物柜。意念操纵空间，继续种上一茬红薯，这次不再浇灌那么多灵液。24000斤，没想到2亩地竟然收获24000斤红薯，亩产12000斤，甜，又脆又甜。今天空间升级点数完成1/10，看来前期升级点数并不难弄，就是这黄金我得去哪找？第二天睡了个自然醒，没人叫他吃饭上工，他也乐得清闲。孙木木直接往队长家走去。小龙，你爸妈回来没？没呢，哥。来，给你的。小木木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孙林回头看到王生宝夫妻2人走了过来，叔，婶子，娘，这好吃，你吃。你就知道吃。你今天怎么没上工？叔，我后面几天有事去不了了。你是有什么事吗？进屋说。江梅对孙林没什么好脸色，他也知道了孙林还钱的事，以为是来借钱的。他没进屋，而是装模作样的摸了摸，随后便摸出一刀猪肉。叔，婶子给你们带了点肉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事直接说。家也没了，还被亲爷奶逼债，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收他的礼。肉啊，我要吃肉啊，我要吃肉。叔，肉你收着，你给我安排轻松活计，我都记心里呢。一刀肉算什么？王双宝看了眼江梅，可江梅却把头歪向一边，意思不言而喻。但王双宝想了想，还是收下了这肉。见到他的动作，江梅直接抱着孩子进了屋。叔，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开个介绍信？过几天公社赶集，我想去看看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想去趟京城。王双宝还想着借多少合适呢，只因小伙为了还钱，只好将房子抵债。然而几个老登却为了小伙房子大打出手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对，干起来！接上集。就这事？对啊，就这事。小事，你晚上过来拿就行，肉你拿回去。这点小事还收一刀肉，那不真黑了良心。别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往回收的道理？谢谢叔啊，我晚上再来。说完便往家走去。这孙木木刚走，江梅就走了出来。刚刚听到孙木木没提借钱，脸色这才好了些。娘们家的，头发长见识短。怎么，这孙木木还有什么特别的？别看他个子高，但你别忘了他才16岁。你昨晚是没看到，一人对着孙家，全家没人敢搭话，就他们家那个二流子都怕了他。也许这孩子早熟呢。切！孙木木说话有条有理，做事待人都不差，以后肯定比我厉害得多。现在帮一下准没错。那我们到时候借多少？有多少借多少呗。可老大怎么办？老大，队长自己家里其实也不好过，大儿子眼看到了结婚的年纪，却结不成，没办法，穷啊。老大这婚是拖吧，这钱还差得远呢。孙木木刚回家就发现件有意思的事，孙家人干起来了。院子里，孙家老二孙德龙、老三孙德文、老九孙德，再加上老2家和老3家的3方混合，打得不可开交。哎呀，别打了！我们的话也没用了是吧？换做平时老爷子发话，几家人肯定也就闲了。可今天不知什么原因，竟打出了真火。2家女人连拉带吻，3个男人撕扯在一块，谁也不肯放手。我最后说一次，你们再不停手，这屋子我一把火给它烧了，也不留给你们。果然，这话一出口，3家人都停了下来，几人红着眼珠盯着对方。爸妈，你们说吧，房子到底给谁？妈，你当初可是说好40块房子卖给我的，现在又想给老幺，偏心也不能这么偏的。妈给我房子怎么了？你们都成家了，我还没结婚呢，给我房怎么了？炒了个 DJ， 还给你房？上次你打人，家里就给赔了几十块来，你还结婚呢？你结过脑壳婚？呸，啥也不是。爸妈，你卖给老三我没意见，卖给我出50块，但你要给老幺，那分家吧。老大家原来那间房已经给你家了，你还想要一间？什么好事都想占了吗？爸妈，这间房本来说好卖我家的，如果不卖，我们家也分了。老2口属实太过偏袒孙德才了，就算没有孙木木，这事分家也是迟早的。对，干起来！木木，你说你爷来的房子最后会给谁？管他给谁，反正我看这家迟早得分。孙木木说完便进了院子。呀，都在啊，开会呢。
众人看到孙木木都阴沉了脸，老爷子的脸色尤其不好看。在他看来，闹成现在这个样都是孙木木的错。看着众人不说话，孙木木直接进了屋。闹吧，随便你们怎么闹。明天赶集把红薯卖了后，就能离开这里了。孙木木进入空间，又用意念将红薯收获了一茬，接着又种下一茬红薯苗。储物柜里一共存了42000斤红薯，升级点数也到了接近1/4。这2天也了解了下物价，42000斤，0.25一斤，也就是10500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么一算还真不少。有大鹏和林业，这个外挂就是牛。第2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孙林就背着个曹篓上了路。据队长王双武说，他们龙头沟大队离永乐店公社主街并不远，16里地。16里地得走多久啊？走着走着，突然遇到一大爷。大爷，赶集呢？哎，是喽，换些吃食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换些东西。大爷是卖啥呢？你要看看吗？一条狗崽子，还有只老母鸡和一些鸡蛋。大爷，你搞错了吧？这小家伙怎么看也是熊崽子啊！什么熊崽？这是黑熊狗，很少见的。黑熊狗？那怎么卖的？你要眼前这个小年轻，虽然长得一表人才，但这都饿脱相了，别到时候狗给他炖了吃了，那就真造了孽喽。还是算了吧，你养不活的，小伙子。那好吧。看大爷不卖孙木木也没办法，这狗也不是非买不可。孙木木只好往前走去，只见之前还一直挺安静的幼犬，此时正使劲直冲着孙木木的方向发出叫声。邪了门了，小伙子，你等等。怎么说，大爷？缘分妙不可言。狗，我也不收你钱了，你拿走吧，但你得保证好好养它。你给我个地址，我以后有空去看它。它要是不在了，我可找你事啊。好的，大爷，先说好，我只是暂时住呢。要是以后你去了找不到我的话，你去问下我们队长，他应该知道我的地址。知道了，好好待他。这狗有灵，与你有缘。放心吧。对了，大爷，这老母鸡和鸡蛋怎么卖？干啥？这鸡蛋和母鸡可不新送的。小伙利用空间收获万斤红薯，去公社出售途中，老大爷送小伙交，小伙却打起了大爷母鸡和鸡蛋的主意。接上集。干啥？这鸡蛋和母鸡可不新送的。大爷没好气的说了句。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还能白养你鸡蛋？你就说怎么卖的吧。鸡蛋1毛2，母鸡4块5。这么贵？鸡蛋不都是几分钱一个吗？你说的啥时候了？都以前红薯还5分呢，现在都2毛多了，肉也好几块了。这鸡蛋不是寡蛋吧？能孵出小鸡吧？没有寡蛋，孵不出小鸡，你来找我。那我都要了，但我没钱，用别的行吗？那不行，家里还等着钱买粮食呢。一听孙木木说没钱，大爷连连摇头。要不是家里断粮了，怎么也不会把下蛋的老母鸡卖了。这年月下蛋的老母鸡号称鸡屁股银行，不到迫不得已，没有哪一家会把老母鸡卖了的。那巧了，大爷，你看一下这东西要吗？什么东西？孙木木把小狗放旁边，掀开了草篓，一草篓的红薯，这顶个的大。要2毛5一斤，都用这红薯底。行。30个鸡蛋3块6，老母鸡4块5，一共8块1，换成红薯就是32斤多些，对吧？对，给我32斤就成。大爷也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好，他这袋合鸡虽然是好东西，但到了集市肯定要被人还价的，而且2毛5一斤的红薯可不好买。大爷，我这也没成，你看这红薯2斤一个有吧？我也不占你便宜，给你18个，多的2个算买狗钱。好，多谢小伙子了。孙木木把红薯移到大爷的背篓里，自己则把老母鸡和鸡蛋装模作样的放进草篓，实际则收进了空间。随后，孙木木继续赶路，到公社天已大亮，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。孙木木先是逛了一下，了解下市场，顺便找个好的位置，偷摸的找人卖。集市不让卖粮食，他是知道的，可他没想到集市上一堆公安在巡逻啊。这可咋办？红薯都不敢掏出来，粮油这些是明令禁止私人交易的，被抓到就是投机倒把，不行还是得去黑市。随后再装扮一番往黑市走去。黑市的地址原先他并不知道，路上大爷提了一嘴，这才知道了信息。到了目的地，门前并没有人看门，跟着几人进了大门。红薯2毛8一斤。孙木木这刚赶过去，就发现一筐的红薯已经被清空。还有没有？没有啦。零了。他原先定的红薯价格是2毛5一斤，低了。想着就走到一个摊位跟前，摊主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求钱没得吃炒菜。集市有好几个这样的家伙，牌子上都写着大量求粮食，但其他几人看来很大可能是2道贩子，他怕惹上麻烦。这人一看就是知识分子，怎么也是个大厂的工人。粮食不好买了哦，现在这年月粮站的粮食都不够供应了吧？可不是，
去年定量降了1次，今年又降了，从去年的31斤降到了28斤。28斤，就怕后面还得降哦。对啊，现在工人上班饿得都没力气了。不是工厂可以调度吗？先从别的厂或者地方调一些因应急备。调度别的厂还想从我们这调一些过去应急呢，现在哪里有余粮的？孙木木凑了上去，小声说道：“想买多少粮？”一句话让刘建设打起了精神，没想到今天在这找到了转机。小兄弟贵姓啊？叫我大木，老哥贵姓？叫我一声老刘就行。刘建设是首都电子管厂后勤部门的一名采购员，这次来了，任务就一个，找到渠道采购些粮食。他们首都电子管厂并不缺钱，票也不少，可定量就那么多，多了粮站也不卖啊。兄弟，你那有粮有多少？这东西行不行？孙木木揭开了草篓盖头。行，这东西正好，可是就这么点。你要多少吗？越多越好，我是替厂子来买的，不怕多。7000多斤。他也知道现在卖粮有风险，所以这次没全卖，只卖上一部分，剩下的后面有了路子再找个代理。什么？7000多能吃下吗？能吃下，但这价格呢？3毛1斤。兄弟，但3毛太高了，这边也才2毛5出头。刘大哥，价是这价，关键的是你能买到吗？是吧？但凡有卖粮食的，分分钟就没了，而且他没那么大量啊，你买那点粮食够干什么的？对不，刘大哥，这粮食也不是我的，我只是帮忙联系下，价格也是人家定。你看，要不你和上面联系下？刘建设听完想了想，也对，这不是他能决定的。那麻烦兄弟先等等，我回去一趟，最迟下午再过来，行不？行，那我等你，下午要是没消息我就撤了。行，你等我消息。刘建设说完便想着往回赶。哦，对了，刘哥，方便的话给我弄一些种子。孙木木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大厂弄水稻种子要方便些吧？我们厂不好弄，但应该能从别的地方弄。你要什么种子？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黄豆、棉花这些，其他的也行，样式多些。行，我走了。刘建设刚走，孙木木在黑市盯上一个摊位，卖的东西他缺得很。这猪仔咋卖的？2块1斤，一个个精神着呢，你随便看。什么？这猪仔还要2块1斤？你咋不去抢？你这猪仔那么瘦，1块1斤都贵喽。1块1斤，丢了都不卖，走走走！这都什么人？现在外面猪肉几块，这猪仔在小也有肉啊。老许，不好意思啊，1块1斤肯定不行的。大妹子，2块是真贵了，以前也就1块5到2块1斤，现在这时候哪儿那么高？你再便宜些。这样，给你让2毛，1块8，最低了。还是高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还，1块5，1块5，我要2头，咋样？这1块5不行，除非你把这11头猪仔都要了，不然1块7一斤最低了。你这话说的，谁还能一下买11头猪仔？不行，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合着买啊，能包圆就1块5。见老头不说话，孙木木这时候凑了过来，1块5我都要了。小伙因为嫌弃母鸡孵蛋太慢，直接给鸡蛋浇水，小猪仔长得太慢，也直接往肚子里灌水。只因小伙是个穿越者，接上集1块5我都要了。啊，小兄弟莫开玩笑。没开玩笑，猪仔我都要了。哎，别啊，1块7一斤，我要2头。老头一看这情况急了，你当真全都要了？对，全都要了。不好意思，大爷，人家包圆了，没了。咦，老爷子没了办法，围观的人也纷纷离去。大叔，我这没钱，可以用红薯抵账吗？要钱的话得明天才行，你们看可以不？行啊，大兄弟，红薯就可以，不过这价格3毛，黑市价格也快差不多这价了，但你们应该不好买。可以。俩人巴不得全给粮食，给钱他们还不一定能买到粮食。11只猪仔一共180多斤，1斤猪仔换5斤红薯。行，大叔，这红薯我一会让人送过来，我给你放哪？这样，大兄弟，我们再接出口会合怎么样？到时候你给我红薯，我给你猪仔。谈妥后，孙木木并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分批的卖了些红薯，换了些钱和票，这才出了黑市。半个小时后，孙木木收下了11只猪仔，卖猪男人带着拉着板车离开。孙木木把猪仔收进了大包房间，重新回到黑市，他以140块的价格买了辆自行车，随即便出了黑市。工厂的不能买，私人的倒是可以买着先骑骑赶路，后面淘到自行车票，再重新买一辆。来到空间中，孙木木把鸡蛋浇了一点灵液，然后又给猪仔一个个的喂了灵液。喝完灵液，小猪仔便倒头睡了过去。孙木木见怪不怪，之前的黑熊犬又在刚进来时候就一小伙，跟他手掌差不多大，喝完灵液一觉醒来后，比他脚掌都长呢。来财，好好待着，叫啥呢？听到孙木木的话，来财果然不跳了，给我好好看着他们，听到没？回到黑市，兄弟来了。上面怎么说？刘大哥答应了，什么时候交易？着急吗？急啊，怎么不急？迟则生变，这交易还是赶快完成了为好。那就晚上吧，晚上9点接到路口那边林子交易，行不？行啊，小郭，麻烦你跑一趟，我这腿真跑不动了。好。还有别忘了那些种子。好。
这家伙。看着离开的男人，刘建设叹了口气，要不是这男人家里有些关系，他们厂怎么也不会招待木鱼一个。兄弟还没吃饭吧？走，请你吃饭。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为工厂找到粮食，看情况厂里下次分房名额肯定有他了。现在看孙木木可亲近的很，硬是拉着他下馆子。孙木木也没推辞，摘下面罩，跟着出了黑市。刘建设一张20多岁的脸庞，没啥特点，倒是眼睛飞翔。二人来到国营工农饭店。刘哥，现在条件都这么好了吗？这么多人下馆子？条件好，外面买不到粮食才来这的，起码能吃顿饭。这里吃饭只要有粮票和钱就行，不要2本的。你注意到没？基本全是一家子过来的，可能吃了这顿后面就得饿几顿。刘建设说着说着叹了口气，现在都一样。别看刘建设他一个月工资32块，可要养一大家子。以前还好，定量没降以前，一家省着点还能过着。可这连续降了2次定量，孩子每天都饿得哇哇叫。孙木木这一看还真是，有几桌一家子人就点几个馒头在那分着吃，转念一想自己才可怜，3个月连顿半饱都没体会过，天天凉水灌满肚，饿得胃直反酸，也没见有人可怜他的。孙木木哼哧的扒着米饭，这汤汁配米饭卷，这感觉可比喷红薯舒服太多了。两人聊着天吃着饭，殊不知国营饭店外有几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他们。是他们吧？牛哥，就是他们，那个穿破衣服的我一直盯着呢。牛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人少些，到了城外再动手。现在这边人还多，公安都还在呢。孙木木心中猛地一动，与刘建设交谈的时候，余光扫了外面一眼，这几个家伙不对劲，这是被盯上了。虽然现在大棚空间还未升级，精神力外放只有5米范围，但警觉性确实提高了不少。刘哥，那你先忙着，我要去找主家送粮食了。行，我再逛逛，到时候见。吃完午饭，浑身热乎、浑身舒坦的孙木木走出饭馆，向着主街巷子走去。牛哥，咋了？那小子出来了，另一个人还在里面，怎么办？这样，猴子你留下盯着，其他人跟上。眼见孙木木并没有向集市走，刀疤脸赶忙招呼人跟上。哈！孙木木发现跟来的众人嘴角扬起，带着几人左拐右拐，抖得他自己都有些迷糊，终于在一条死胡同前停了下来。牛哥，这小子什么情况？2个小弟跟在后面走的腿都软了。找了个 DJ 上吧，人家发现我们了。刀疤脸看着前面不动的孙木木走了过去，也不再隐藏。哥几个这是上哪？哥们，兄弟几个最近手头紧，你手头紧？手头紧找你妈妈去要啊，我都得留给我儿子孙子呢。刀疤开场白还没说完便被打断。牛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先废了他一条胳膊就听话了。等等，能不动手尽量不动手。哥们，我们也不多要，我们一共4个人，你一人给我300斤的粮食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如果不给的话，刀疤脸说着，从后腰掏出一把水果匕首。小伙在国营饭店吃饭，没想到被一群地痞流氓盯上，无奈之下只好将他们带进一条死胡同。接上集，你继续说，我听着呢。不给咋样？哟呵，你是摆明了不给是吧？给，等你们挂了烧给你们咋样？还每人300斤。水喝多搅了脑汁了吧？你们自己一人卸下一条胳膊，我给你们30斤。刀疤脸自认在道上还是有一点脸面的，可现在被眼前的家伙啪啪打脸，把他给我绑了，别弄死就行。再看他来，2个人对付一个骨瘦嶙峋的家伙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2人在靠近孙木木不到5米范围的时候，一切动作都被精神力捕捉。2人像是在演慢动作戏一样。随后，孙木木一个左转蹬，直接踢脚。妖怪啊！你使的什么妖法？刀疤男指着孙木木的匕首，有些颤颤巍巍，说话也有些哆哆嗦嗦在。道上也摸爬滚打了10来年了，可啥时候见过这种情况？你过来呀！说完，孙木木向着刀疤走了过来，抄了个 DJ， 偷的偷，马老虎。匕首给刀疤男右脚刺了个对穿，鲜血流了一地。之前让你们自废一条胳膊就给你们粮食，但现在是我动的手，粮食就不给你们了啊！你这个妖怪！听到这话的刀疤男直接气晕了，精神力再次发动，地面人影已经消失，空间肥料则多了几分。随后，孙木木进入空间，来财，乖，拍了拍小家伙。孙木木起身一看，空间的小鸡仔已经全部破壳，10几只佩奇现在大了1圈不止。完美，灵液的效用果然强大，本该20多天孵化的鸡蛋，半天时间就破了壳。猪这玩意真是能吃、能睡、能长。随后，孙木木给猪放了些兑了灵液的红薯藤，用意念给来财搭了个狗棚，然后又给自己搭个简易的木床。还行，等有了棉花，弄2床被子就成了。孙木木往上一躺，还挺舒服。就这样忙活一天的孙木木睡起了大觉，来财也在床角四仰八叉的躺着，一人一狗睡得呼噜声震天响。这一觉可睡得天昏地暗，醒来时候一看外面，
我去，几点了？不知道时间的孙木木连忙钻出了空间，向着主街外赶去。到了约定地点，发现没有动静，才稍稍定神。死开！得赶快弄块表，这空间时间待长了，完全没个时间概念，可不行。一边想着，一边往空地转移红薯。半小时后，一辆有些老旧的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联系种子耽误了些时间。没事，我也来不久，咱们这开始吧。建设，这位就是大木兄弟吧？对，大木兄弟，这位是我们后勤主任廖主任。廖主任，你好。大木兄弟你好，多亏你们这次的慷慨相助啊！我代表厂里的5000名同志对你表示由衷感谢。廖主任一把抓住孙木木的手，使劲握了握。要不说人家是干部呢，可孙木木根本不想说那么多话，只想快点交易完成，早了结早好。话多了以后容易露馅。客气，工人农民是一家吗？主任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见外了，我叫廖往东，不嫌弃的话叫我声廖哥就行。大木兄弟，建设，你安排人去称重装车。廖往东一边安排着事务，一边抓着孙木木的手不放。刘建设这边听到安排可开心的不行，以前他们主任什么时候对他这么亲近？廖哥，你客气了。孙木木说了一句就闭上了嘴，这话也忒多了。孙木木不咋搭理他，廖往东自然能感觉出来。他还想着多聊聊，拉拉关系，以便以后再采购些粮食啥的。哪知道孙木木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主任，装好了。知道了，你们几个回去记得嘴给我严实些，别什么都往外说，听到没？这边刘建设高兴的应了声，旁边装车的人就更高兴了。作为厂子的一员，他们就能分一份，今晚出来帮忙又能分一份，美滋滋。平时在厂里干活，一个个跟蔫了的鸡仔似的，怎么今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啊？主任，一共7523斤。大木兄弟，数量对吧？对的。行，算算多少钱？2256块9。好，兄弟，数目对吧？对。那种子呢？孙木木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些种子。红薯这东西产量高是高，吃多了也不行。屁特多，种子还算啥钱？送你了。这一堆种子可花了他们不少功夫，还是找关系从粮站弄到的。虽然费了很大劲，这点东西收钱也不合适，免费送给孙木木还能拉拉关系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见此，孙木木也不再多说。廖往东从袋子里拿出一叠又一叠的大黑石。这是现金，你点点。小刘，你把种子拿来，就在驾驶舱那。接过钱，孙木木装模作样的点着钱，精神力已经扫了一遍，数量对的。兄弟，是你要的种子，分量不多，但种类应该挺齐全。好嘞，谢谢两位，咱们合作愉快。那兄弟，你有我的联系地址，有事直接来找我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这么多粮食，还是得快些送回去才是。行，路上小心，我也得去交差了。各位再见啊！看着离开的卡车，孙木木把钱和种子收进空间，于是骑着自行车往家骑去。进村前把自行车收进空间，自己则缓步往家走去。回到家，进入空间，孙木木掏出种子，从里面找出水稻、油菜籽还有棉花子，这3样是他现在迫切需要的。孙木木用意念种下种子，浇了少量灵液，并没有直接催熟，只是浇了少量灵液，像这样让植物1天成熟，这样的速度，孙木木已然满意。翌日清晨，你们别出门啊，我喊队长过来，一会我还钱。说完也不管他们的反应，直接出门跑向队长家。这才4天就还钱？孙木木的声音不小，院子的几家全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本来还想着去上工，现在哪还有心情？平时不睡到午饭不起来的孙德才听到还钱2个字，眼睛立刻瞪得滚圆。小伙说了一句今天还钱，家里2叔3叔1叔激动得不得了，全都跑到院子里等着小伙还钱。接上集。妈，刚刚孙木木说还钱吗？是吧？我也听到了。对，老太太点点头，脸上并没有什么高兴的意思。老爷子更是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旁边的几个男人一个个的激动的不行，老两口对孙德才偏心的不行。再不分的话，要不了多久，家里的东西都得被老妖拜完了。孙木木来到队长家，小木木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队长叔想请你去做个见证，我今天还钱。这么快？钱够了，这才几天，4天还是5天来着？王双宝媳妇还在因为借钱这事家里闹得不愉快，没想到人家钱自己就凑够了，已经够了，一会就准备把这事处理了。行，我们一起去喊下小张。张春是他们小队的计分员，分家这事没他可不行。孙家院子今天格外的热闹，孙木木舅舅一家也到了场。旁边的小队计分员张春正计算孙木木的工分，旁边还坐着2位年纪不小的老人，短亲必须有村里老一辈在场。孙木木一共上工16天，计112个工分。小木木，分家后这112个工分后面会从老爷子那分出去，算成你那份。能折多少钱？按照往年差不多2分钱1个工分，你这112个工分差不多2块3。孙木木这一听，仔细一想，不对，
他这1个多月才上工16天，工分这么点，到时候结算的时候还要从里面扣除口粮呢，这一算还要倒挂。说不用了，这钱就直接算到我爷奶那边吧，从欠款里面扣行不？老爷子，你家的意思呢？不行，我们不要这工分，今年这光景谁知道工分啥价？到时候粮没有，钱没有的，不要。老太太直接开口拒绝，众人一想也懂了，都说人精人精，这老太太可不就是个人精。那算了，队长叔，这工分算我舅舅家。算我家干什么？木木你日子不过了。舅，这事一会再说，说就算在我舅家。好，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补的吗？他这1个多月还吃了家里不少粮食呢。你别笑。孙德龙、孙德文几人低下头没脸看，这1个多月吃的啥都是。这个老六有脸出来说：呸，啥也不是，我那份锅碗啥的不要了，你这个够不？可以。老爷子点了头，旁边老太太和孙德才都不敢反驳。行，那这间房抵30块，欠条上写着欠款100块，还差70块。小木木钱带了没？带了。孙木木说着，从口袋掏出钱递给王双宝。众人原先只当孙木木说的气话，吹了个牛。孙德才眼珠都红了，这钱要是给他，那得多潇洒。数量没问题，老爷子，那张欠条呢？老伴，欠条给队长。听到老爷子的话，老太太从口袋翻出个欠条。那这事就算了了，钱已经还完。从今天开始，孙木木从这家分出去了。孙木木，这分了家还要单立个户口，新的户口可能还要些日子才能下来。说着钱递给老太太，欠条则给了孙木木。孙木木当着众人的面把欠条撕了个粉碎。接下来，在2位老人的见证下，一份断亲的文书写了出来。孙木木彻底与孙家断了亲。谢谢2位太爷，谢谢队长叔，谢谢张叔。现在我彻底与你们家没了关系，不管有事没事别来找我。舅妈，咱们走吧。数吧，后面可有的瞧。其他人听到孙木木的话，并没什么感觉，只有老爷子仿佛苍老了一些。在他想来，孙木木也是孙家的一员，怎么到最后就闹成这样？孙木木不知道，如果前身还在此时的感受，他的感受就是爽，全身通透，神清气爽，完全没了以前那种束缚感。他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。从此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中午12点，王虎家今日少见的热闹了些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过年一样的日子。孙木木马上就走了，想着中午请队长一家吃个饭。木木，你这是准备出去吗？对，舅，我准备去城里，那户口的事还得先麻烦叔了，我后面再回来拿。这倒没事，你去49城。对，那得多开个户口证明才行，以防后面用得上。好的，谢谢叔。你去那干啥呢？在家还能赚个工分，去那边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想帮也帮不上。舅，你放心，我不做没把握的事。旁边的队长媳妇将眉推了推王双宝，王双宝回头看了一眼，媳妇点点头。小木木在外面不容易，那么远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穷家富路嘛。这30块钱你拿着用。这些钱有零有整，最大的是一张大黑市，其他的全是几块、几毛、几分凑的。对，家里还有10块钱，一会儿我让你舅妈给你带上。不用，我这还完账还留着余钱呢，用不上。对于队长能借出30块，很是意外。看情况还是队长他媳妇同意的，也是很感动。舅舅这一家就更不用提了，他借10块是因为全家就这10块钱啊，自己家都没得吃了，还担心马上出门在外的外甥。真的，你们等等啊，我给你们留了些东西。孙木木说着便出了院子门，看着没人，便掏出几麻袋红薯，这是孙木木留给几家的粮食，舅舅家一份，2个外嫁到别村的小姨也有，给队长家一份，是为了让队长帮衬着点舅舅家。队长叔，你们过来帮忙。小火种的稻谷、棉花、油菜，从播种到成熟，居然只要1瞬间，只因小火是个穿越者，接上集。队长叔，你们过来帮忙。几人出了门，便看到孙木木一旁的麻袋，这是啥？先搬进去再说吧，可不能让人看到。屋内，孙木木打开了麻袋。我的娘嘞，小木木，这些红薯哪里弄来的？旁边几人全都惊呆了，现在这个时候竟然能弄到这么多粮食，他们大队队长都没有这本事。我昨晚回来的晚，让人帮我一起送回来的。我这趟去城里，可能很长时间不会回来了。这些红薯就你和队长叔分分，给2个小姨，记得也留一份。在前身的记忆中，2个小姨对他还是很好的。我家就算了，留给你舅舅家吧。王双宝有心想要，可还是摆摆手。旁边的江梅和王小龙听到这话都急了。队长叔，红薯你就安心拿着，这后面的世道还不知道咋样，粮食可不好买的。我后面不在村里了，也麻烦叔照应一下我舅家。本想拒绝的王双宝听到这话也就没再拒绝。孙木木他说的对，眼前这光景，后面粮食肯定更不好弄。那行，叔欠你一个大人情，
听到这话，众人才高兴起来。王虎和李大花也没有不高兴，他们都知道孙木木这是在帮他们。一个村子，别人家都饿得面黄肌瘦的，就你家好过，人家能甘心吗？下午，孙木木带着舅妈煮的鸡蛋出了村口。舅妈，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好。要按时吃饭，别亏待了自己。好。实在不行就回来吧。知道了。问路，走错路再问路。30公里不到的路程，花了孙木木近5个小时。到市区已经天黑，孙木木随便吃了一点东西，就去往附近招待所。天天睡空间的木板也不是事。来到招待所，一位大爷走了出来，提着门牌就往里走。这是要关门了。大爷，等等，别关门。到时间了，锁门了。哎，别，大爷，这天寒地冻的，让我去哪儿啊？你是我亲大爷，开门行不？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嘿嘿，孙木木呲着个牙，咧着大嘴。秦府感觉孙木木像是来报名的大学生，第一感觉还不错。进来吧，下次早点。好嘞，谢谢大爷。介绍信给我。这呢？老爷子接过介绍信看了看，你这瞎耽误功夫，住不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这煤炭招待所要公家开的介绍信，你这可不行。出去吧，还不算太晚，你再找个别的去处。别介啊，你看我这介绍信也没问题，只不过是农村的而已，你给行个方便，我加点钱还不成吗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我们招待所是招待重要客人的，供给有限，你快出去。别，大爷，钱不行，我加这个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拿回去。我从村里来拜访大爷，带几个红薯而已，哪儿还有拿回去的道理？看你小子长得人模人样，没想到脑子里全是弯弯绕绕。嘿嘿，这不就成了？孙木木深知为人处事的原则，金钱开道，利益为先，不管在后世。现在这条准则绝对不会错。老头把红薯收了起来，问道：“有熟悉的单位没有？”没有。那行吧，但先声明啊，只能住今天一晚。碰到别的住客问，你就说是来研究所开会的，知道没？来，这是钥匙。好嘞，多少钱？不用了，不白拿你的东西，钱我给你垫上了。那怎么行呢？行了，说不要就不要。住房在楼梯上楼第2间，你找个空床位就行。没有单间吗？什么？你过来再说一遍，看我揍不揍你。没有，谢谢大爷。随后，孙木木来到房间，部分意识进入空间。只见昨天种的水稻、棉花和油菜已经成熟。孙木木利用意念熟练的收割、去壳，再把土地种满红薯。现在这年月还是种红薯合适。第2天，大爷，我退房。好的。对了，小伙子，你那红薯还有没有？怎么，我这红薯味道没得说吧？嘿嘿，挺好。还有没？匀我些，3毛1斤咋样？那这样我还没地方住，我再住几天，房钱用红薯抵怎么样？可以，1天1个红薯就成。昨天占你便宜了。都行，给你4个，先住个4天吧。好，要是给你，还是昨天那个，晚上10点关门，早上8点开门。哎，老爷子，问你个事，有没有那种可以买些东西的地方？你说是供销社还是百货大楼？不是，就是那种地方。黑市吧，直接说呗。看你这表情，你要不是说去买东西，我还以为你这小年轻要去那种地方呢。啥地方？滚！随后，孙木木到达老头说的目的地，戴着面罩进了胡同。干啥了？交钱交什么钱？第一次来。对。买还是卖？卖不用，卖收5分钱。黑市也不能白开吧？别进去吧。孙木木进入黑市，像往常一样，先是逛上一圈，了解一下物件。最让孙木木意外的是，这个黑市竟然有人换金银。孙木木现在就缺黄金，马上这波红薯收获，再种一波升级点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只要黄金足够，明天晚上空间就能升级。大爷，170一条，这价您能卖就卖，不能卖呢，我们也不勉强，您再去别家看看。不都是6块1克，怎么也得185啊？你这怎么才170？瞧您这话说的，6块1克能卖掉，您还能来这，是不？见此，老头没再多说，转身离开，去向别处。小年轻也不能，生意嘛就这样。而且在这黑市，他也没那个胆子。看着老人离开，孙木木凑到了摊位面前：“哥们，有黄金卖吗？”小伙晚上黑市卖红薯，喝了点8+1，居然兴奋地唱了起来。而买家熊哥因为找不到人气的直跺脚，接上集。有5块9一克，小黄鱼184，大黄鱼1820。红薯呢？您是买还是卖？卖。3毛，兄弟有多少？多，但是你这价格吗？太低了，旁边不是都3毛5卖？兄弟，3毛5他也得能卖掉啊，偶尔也就卖那么一点。那算了，我再转转。别啊！你说你有多少吗？多了价可以谈的。很多。多是多少？你得说个数啊！几百斤、几千斤还是几万斤？几千斤应该有，现在还不确定。
兄弟，你没开玩笑。信不信是你的事，我再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更高价售的。兄弟别走啊！大牛，快给这位兄弟拿个苹果。兄弟，你吃个苹果休息休息，价格好谈吗？来吃苹果。小弟姓冯，外号金牙。兄弟贵姓？金牙。原来还没有，我姓何。和老弟真有粮食。有，都是红薯这种的，你们尝尝。好东西，3毛2我全要了，咋样？3毛2这价不高，但我可以卖你，只是有个条件。你说？用黄金结算，按照5块5一克的金价结算。那不成，那我黄金不是白收了？我这样大，有了我这些红薯，你转头卖掉，不比在这收黄金来钱快？这是干啥？要抢？再来1块。原来是个1.9米的傻大个子，给。你给我明确说下，到底有多少货？今天晚上应该能有个万把金，后面还会有。这样啊？行，在哪交易？晚上12点，广场附近小树林。行，那说定了，晚上12点不见不散。好，走了。这边孙木木刚离开，金牙后面汉子也往前跨了一步。哎，你干啥？跟他要红薯。我揍的！你是不是傻？晚上我们就和他买红薯了。你要吃多少没有的？那我晚上再吃。这边孙木木凑到之前那个老头跟前，如他所想，黄金没那么好卖，低点有人收，可市场价根本没人理。大爷，小黄鱼175卖我，4根都能要吗？可以。随后，孙木木便以700块买下了4条小黄鱼，又在黑市转了转，买了些日常所用的票据。随后，孙木木进入空间，把刚才的苹果种到地里，芽苗被浇灌灵液后，蹭的开长，不一会就长到1人高。晚上，孙木木来到约定地点，一口白酒，一颗兰花豆，哼着小曲，喝着小酒的他可舒服了。外面晃悠着的10来个身影，可急得不行。季雅，你确定是在这？熊哥说好的在这，不会记错的。难道那小子诓我？再找找，角落也找找。正在搜索的小弟模模糊糊听到好像有声音，循着声音凑近才听清。我操，熊哥有鬼！汉子带着小弟连忙凑了过来。你们干啥呢？怕个毛线，有我在呢。大牛，你过去看看。我要吃红薯。行，快去，晚点随便你吃。嘿嘿。哎呦啊！嘿嘿。臭不要脸！我要吃红薯。给。走吧。好。熊哥，就是他。兄弟，可让我们好找啊！对不住了，各位，刚刚没注意，不好意思啊。众人听到这话，头都快气冒烟了。不是怪他来的迟，而是你这大深夜的在野外唱戏，关键你他丫的唱的还挺像，可够吓人的。兄弟戏曲唱的挺好的。嘿嘿，一般，世界第3。咦，行了，黄金我们带来了，红薯呢？你们等着。孙木木说着，便往刚刚的树林走去，看着人没跟上，挥手，刚刚还空着的地便多了一堆红薯。可以了，过来吧。众人过来一看，红薯满满当当的红薯。兄弟，那咱称重。行。经过994860秒，终于称重完成并装车。兄弟，一共21500斤，数量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3毛2一斤，一共6880。给咱兄弟算6900。好，黄金5块5一克，6900也就是1254克。那我这边给你4条大黄鱼，剩下的补你现金承诺。可以。那兄弟，下一波啥时候能交易？明天夜里吧。那行，兄弟，明天晚上不见不散。双方约定好。熊哥看着孙木木离开的身影，摸着下巴。熊哥，要不要派人跟上？乌鸦碰瓷装死，小伙无奈给乌鸦吃了一块红薯，谁知乌鸦就像跟屁虫一样，一直跟在小伙身后，不停的叭叭叭。接上集。熊哥，要不要派人跟上？等明天晚上再交易一次。哼！回到空间，升级点已足够。黄金它有4条小黄鱼，4条大黄鱼，升级需要的500克是绰绰有余。孙木木意念一动，升级，那堆黄金竟然全都被吞噬完毕，一点也没剩。只见土地的旁边隐隐约约又出现了一模一样土地。空间升级后，旁边居然出现了一座不到1米高的小山。精神力扫过，山体中有些许金光闪闪。这山中竟有黄金，而且远不止消耗的那500克，差不多是原本黄金的1.5倍左右。天啊，要发了！现在这竹哨也有了第2个预售名额，可第1个都还没用，来财就算了吧。
肥头大耳的。你还不乐意了？我还是比较喜欢能飞行、体型小的动物。说着就去花鸟市场看看，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。可孙木木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自己想要的，要么体型太大，要么不会飞。推着自行车准备回招待所，走到胡同口，发现大槐树下围了一圈人，凑过一看，几个老头在斗鸟。孙木木没太在意，转身准备离去，却不想被一个声音叫住。哎，那位帅气的小个儿。孙木木回头看了看，没人。别找了，就是你，全身没2两肉的家伙。丫的，哪个缺德的家伙，打人不打脸，接人不揭短，不知道吗？孙木木循声望去，还是没找到目标。小哥，别找了，你看那不是吗？孙木木看了一眼这位大爷，脸色更黑了。刚刚就这家伙笑得最大声，循着方向望去，一只黑不溜秋的家伙正站槐树上盯着。大爷，这你家的八哥？什么玩意？这是鹰头呀！我养它干啥？不是你的，就你笑最大声。瞧你这娃娃说的，我还不能笑了。老头刚说完，下一秒就悲剧了，啪嗒一声，梅花落地。谁家的鹰头呀？没人养我可要把它弄下来了。哪儿知道这黑鸟听到孙木木的话，身子一转，屁股对着众人叫了起来：“快弄我，弄死我！”哟呵！孙木木用意念从空间拿出一块小石子，就准备给这家伙来一发。别，小伙子千万别！怎么了？你家养的吗？这倒不是，可你打了这家伙会倒霉的。哦，不过我不信。呼的一下把石子飞了过去，石子与黑鸟贴身而过，吧嗒一声，身影斜飘飘的就飘到孙木木脚边。你这年轻人怎么回事？一只鸟说你2句你就杀了他？你们瞎激动个啥？我可没砸到他，这家伙装死呢。孙木木也是服了，又升级了一次的精神力，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刚刚就想着吓吓他，石头根本就没碰到乌鸦身子，哪知道这家伙就掉了下来。可精神力一扫，呀的，这乌鸦装死，他碰瓷！救命啊！吃！那红薯吃不吃？哎，神了，真神了！哎，给你们说了他碰瓷，你们不信？没事了吧？我可走了啊！见众人只顾着看乌鸦，孙木木赶紧找了个空档出了胡同。可还没走一会，孙木木就又被盯上了。这位帅气的小个儿，再来一块呗！给老子跑！来一块嘛，再来一块，给你看好东西啊！好你妹，再不滚弄你了呢！给我一块，随便你弄！我尼玛！同志，请下车配合调查，这边怀疑你危险驾驶。叔叔给孙木木好一顿教育。路旁，孙木木跟个孙子一样在挨训，旁边乌鸦像是和叔叔在唱双簧。街上人比较多，以后骑车注意些，知道没？对，就算撞不到人，撞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？叔叔也被这家伙烦得不行，这黑东西嘴就和机关枪一样，叭叭叭个不停。要不是考虑到影响不好，叔叔真想给他一脚。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，叔叔同志。行，走吧。随后，孙木木把乌鸦引到没人的地方，精神力一把套住想跑的乌鸦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妖怪，你用了什么妖法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看你还叭叭叭！来财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死活不论！啊，狗哥别打了，狗哥，放开我，狗哥！随后，孙木木骑车出发去南锣鼓巷，买了份爆肚，准备回招待所。嘴上说着死活不论，可孙木木进招待所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往空间看了一眼。这一看，可把孙木木嘴都气歪了。狗哥，舒服吗？狗哥，我专业的，谢狗哥不杀之恩。狗哥，我还能再喝一口吗？只见乌鸦在大力的给来财踩着背，一边踩一边讨好着来财。来财，你干啥呢？小伙让来财收拾嘴巴，一直叭叭叭的乌鸦。谁曾想，乌鸦给来财来了个全套服务。接上集。我说你干啥呢？你给我过来！大佬好。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？怎么说人话说的这么流畅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杂技团就这样了。大佬，我能喝口那个池子的水吗？这乌鸦好像可以作为第一个预售目标，能飞，智商也够，虽然体型稍大了些，但也不太影响。一是别反抗，反抗就给你拔毛烤了。看着一动不敢动的乌鸦，孙木木掏出竹哨，意念一动，竹哨末端出现一滴血滴滴下，没入乌鸦头顶。瞬间，孙木木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从乌鸦身上传来。主人，嘿嘿，以后你就叫来洗了，想喝淋液自己去吧。谢谢主人。
孙木木不再理会这两家伙，而是盯上了猪圈里的大家伙。是时候杀一头尝尝味了。孙木木意念一动，这头近300斤的肥猪被迅速的放血、剔骨、分肉。经过一阵忙碌，一道色泽红润的红烧肉就出锅了。肚里没啥油水的孙木木硬是干掉了一半红烧肉。糟了，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油，一下吃太油腻，身子扛不住了，赶紧车一锁，找了个公厕冲了进去。孙木木神清气爽的呼了口气，就差一点拉裤裆了。出了厕所，孙木木拎着自行车直接来了个鲤鱼摆尾。哎呦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怎么回事？没长眼吗？这许大茂，你认识我？那必须的，这京城谁不知道你许大茂？放电影是这个。这下可以肯定了，我这是穿进了秦满四合院，许大茂这个顶级渣男就站面前呢。认识我也不能用车子撞人啊，也就是运气好碰到我，碰到别人还不被讹死，下次注意啊。被一个陌生人夸赞，还是夸他最引以为傲的技术。许大茂那张鞋拔子脸上有些许嘚瑟。哎，别走啊，撞了你多不好意思，我请你吃个饭，走走。兄弟，下次有机会的，今天有点事。行，你给我个联系方式。得到联系方式的孙木木乐呵呵地看着离开的许大茂。孙木木记得大学第一次看秦满四合院时，最讨厌的也就是许大茂和秦怀茹。孙木木想认识这家伙，也不是因为好坏的原因，是因为后面许大茂家会有黄金。车刚骑到招待所门口，就看到和自己同住一个房间的屈民和一个女孩站门口。屈哥，忙呢？孙老弟，我们想请你吃个饭。啥情况？刚在招待所认识2天就请吃饭，有啥事吗？屈哥。没有，就是我明天就要回去了。我和小薇想请你吃个饭。你好，我叫秦薇，屈民的对象。你好，我叫孙木木。屈哥，不用破费，咱们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就成。行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3人骑着车一路聊着天，倒是让秦薇对孙木木这个所谓的农村青年刮目相看。几人来到目的地，这是哪儿？怎么样，漂亮不？漂亮，还是第一次见风景这么好的地儿。屈哥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正好这个红薯，你们分分。我说老弟，你还随身带着红薯？饿怕了，就这点家当了，不随身带着咋行？来尝尝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老弟，你这红薯还有多少？屈哥，这不是我种的，我就是偶然遇到的，别人种的。那你可小心点，别被人举报投机倒把。交易我不掺和。木木，这种红薯还能弄到吗？小薇，放心吧，我自己买点而已。还行吧，有些山里条件要稍微好些，肉、水果这些量不多，但多走走还是可以弄到点。木木，你有没有想过找份工作？天天这样太危险了。听到肉、水果、红薯，秦薇心里有了些想法。薇姐，工作当然想找，但我这不是刚来城里，还没个目标吗？屈民，你说我把木木弄进我们大院怎么样？你们那还是问问孙老弟的想法吧。你们那大院好归好，但事多。木木怎么样？去我们那军委大院做个后勤、采购啥的。不成，我不能去那。一听军委大院4个字，孙木木头皮都麻了。他有那么多秘密，在这地方工作那不是送人头吗？薇姐，还是不麻烦你了，我后面自己想办法。麻烦什么？以后还指望你卖我些东西呢。一份工作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求爷爷告奶奶也求不到的事，对于有些人就是一句话的事。不知道对面这女孩有什么背景？哎，有了。秦薇也是个雷厉风行的角色，想到啥就开始行动。屈民和孙木木俩人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工厂大门口，红星轧钢厂5个大字看得孙木木一时愣了神。这么巧的吗？这不就是那群叉叉的聚集地吗？难道秦薇要介绍的工作是在这？杨大爷，我姑父在美。小伙因为空间种植的红薯苹果品质好，美女吃了之后硬要拉着小伙给他介绍工作。接上集。杨大爷，我姑父在没？在呢，你可好长时间没来过了啊。好呢，谢谢杨大爷。随后3人来到副厂长办公室。姑父，哟，小薇你怎么来了？这不就是那位私生活混乱、收礼只收重礼的李主任吗？姑父，给你介绍2个人，这是我对象屈民，另外这位是我对象的表弟孙木木。李副厂长这听到介绍，连忙走过来握住屈民的手。他也是知道老丈人家里的情况，秦薇的对象那可不是他能比的了的。你好，你就是屈民啊，我可没少听小薇她姑妈谈起你。
李叔好，孙木木同志你好。李厂长你好。来，大家都请坐。小薇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的？姑父想找你帮个忙。说，我俩还这么客气干啥？想让你帮忙给孙木木在厂子里安排个岗位。孙木木同志有什么擅长的吗？姑父，你可别小看了人。木木，把你的东西掏出来。好。不一会，桌上放了几样物品，几个红薯，一小块猪肉，几个鸡蛋。这是？李副厂长一脸问号的看了看几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贿赂他？别说他不收这些玩意，就是收他也不能当着秦薇的面收啊。姑父，木木可以弄到这些东西，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品质高的。是吗？要不尝尝这个？孙木木说着，掏出2个苹果，掰开，三人接过苹果，咔嚓脆，一口下去，汁水直接填满口腔，甜度适中，带着些许酸味，吃的几人回味无穷。味道怎么样？好，你那现在那还有多少现货？卖我些，晚上我带回去给家人尝尝。没多少，我匀一些给你吧。李厂长，别看这几样东西不起眼，但每一样品质都不比这苹果差。这样，这几样东西我买了。晚上我和厂长正好要宴请下客人，要是味道不错的话，孙木木就来我们后勤做个物资采购员。说着，李副厂长就准备掏钱。这种东西礼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，收了还欠人情，还不如掏钱买。掏钱倒不用，东西也不多。对，姑父，钱就算了，这次麻烦你帮忙，哪还能让你掏钱？见秦薇这么说，李副厂长也就不再坚持。那行吧，木木，这种品质的不好弄吧？不多，但偶尔宴请客人还是可以的。普通一些的有路子能弄到吗？以后可以试试。孙木木没把话说太满，李副厂长闻言点点头，就算弄不到这人，他也得收进厂啊。事情处理完毕，孙木木三人推着车走在路上。曲哥、薇姐，你们是看上我了，这么帮我？第一嘛，你那东西好，本想着让你进大院后勤，可你不是不愿意吗？第二个怎么说呢？看着你亲吧。对。长得帅就是不一样，此刻我深有体会。孙木木觉得第二点可信可不信，但第一点倒是显得没那么假。你那东西记得匀我一些，家里老人应该喜欢。行，曲哥，你这和薇姐谈对象了，后面怎么弄？两地分居。过些日子我就会被调到京城来，到时候生活物资还得麻烦你。听听，家里有人就是不一样，回省调京城就是说的事。我那东西可贵了，你可准备好被我黑？黑我？安排人套你麻袋。第二日一早，秦薇和孙木木把居民送到火车站，回去记得给我写信。我很快就回来了。这些东西你拿上，里面有我给叔叔阿姨买的糕点，还有木木给你烤的红薯，可香了，还有木木给你带的苹果，我捡大的挑的，还有……孙木木一脸无语的站那看着腻腻歪歪的俩人，心想我弄的东西全被你送出去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送着呢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很快回来的。木木，谢谢你啊。客气啥，都是薇姐。秦薇望着上车的屈明，怔怔出神。曲哥只是回家，你这咋搞的？他就跟跑路了一样。说啥呢？走，去我姑父那看看工作咋样了。3个小时后，秦薇乐滋滋的拎着一大袋东西出了轧钢厂大门。后勤主任办公室，齐主任，小孙就交给你了。厂长放心。齐主任连连拍着胸脯打包票，是人都能看出来这个临时空降的孙木木有关系，他可不敢随便得罪。孙木木，你跟着齐主任好好熟悉下流程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采购员。谢谢厂长。自此，孙木木正式成为了红星轧钢厂的小采购员学徒一名。主任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吗？你先跟大家熟悉熟悉，过些日子我再安排你跟小刘他们熟悉采购流程。好的，主任。采购的几人都不在，孙木木没啥事，就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。今天孙木木少见的没自己做饭，拿着2个饭盒准备去排队打饭。干啥去？孙木木回头一看，叫住他的是同为采购员的唐解放，一个30多岁的汉子，旁边还有个采购员，年纪大些，叫宋大刚。打饭啊？不用，直接到后面买就行，跟着我们一起就行。好嘞。孙木木跟着俩人直接来到食堂。刘姐，3个馒头，1份白菜，你要什么？我来2个馒头，1份白菜。交了饭票，孙木木接过一看，这竟然还有肉，虽然不多，但几块肉条也是难得了。刘姐，你这偏心了，小孙这10来条肉，我们咋就3、4条肉？再炒，下次1块都别想。小伙食堂打饭，由于菜里的肉没有另外一个小伙多，小伙便发起了牢骚。打饭大姐直接对过去：“你再说，下次我的手抖得更厉害。”接上集。
再吵吵，再吵吵，下次1块都别想。大姐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谢谢刘姐。你看看人家，要是你们也长孙木木这样，我也给你们这么多。俩人一听脸都黑了，他们要有孙木木这样吗？至于前2年才结婚，3人在食堂找了个空桌坐下。哎，你说老王这次能弄来粮食吗？很难，8成是弄不到。这馒头也是越来越难吃了。知足吧你，这年月能吃饱还挑个啥？听说村子附近的树皮都快被砍没了。这边没米饭吗？虽然现在大多是糙米，但是比馒头要好些。可是米饭吃不饱啊。也是哈。几人吃着饭聊着天，下午照样没啥事。孙木木被副厂长叫到办公室。姐，厂长你找我。小薇找你有事，我也有事找你。厂长，你说。还是你那个户口问题，你刚入职，有3天假来办手续，你赶紧回去开个证明，户口得赶紧迁过来才是。好的，谢谢厂长，我明天就回去。其他没什么事了，你和小薇聊。好的，谢谢厂长。姑父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年龄记得写大一些，16周岁以上。好的。这个户口问题可是大事，彻底办好了才能有2本，这才算吃上定量了。姐，你咋来了？还有苹果和鸡蛋没？给我多弄些。有是有，但不在身边啊，等明天的吧。行，这次麻烦给多弄些，不然可能不够分。没得问题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姐？我这上班呢。我和姑父打过招呼了，你推上自行车跟我走。听到这话，孙木木只能推着自行车跟上。路上问秦薇去哪儿，他也不说。直到到了一个地方，孙木木才意识过来，南锣鼓巷95号那个满是叉叉的四合院。来这干啥？我穿越的是穿帮了。可随即他便发现他想错了，秦薇并没进95号，反而在他的对门。姐，来这干啥？我给你又找了个活，你接不接？啥活？看院子。看院子？这院子还需要看？你还是细说下什么情况。没什么情况，就是这处院子一直空着，主人家想着找个人给他们守守院子，还能添些人气。先说好，没工资的，除了正房，其他房间你随便住。姐，你这也太绕了，直接说嘛。这么好的事，还怕我不答应？难道怕我不好意思啊？那你可想多了啊。没皮没脸的人果然到哪儿都混得开。行了，知道就行了。除了正屋，你随便挑一间住。正屋主人家可能还会偶尔回来住几天，不能给搞乱了。那必须的。假如有人过来，你别管他们，有人闹事直接驱赶就成。放心吧，明天我就弄条狗回来，谁敢进这院子，让他有去无回。行，我走了。明天早上你也别给我送了，东西我自己来拿。记得明天多叫几个人啊，东西多。知道了。刚刚送走秦薇，抬头便看到对门95号门口站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往这边看呢。这不是算盘珠子转世三大爷严不贵吗？三大爷好啊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严不贵过来套个近乎，哪儿想到对面的小年轻，他不按常理出牌，刚打完招呼，转头啪的一声就把大门给关了上来。哎，三大爷待门口干啥呢？大茂啊，这不对门来了个年轻人，我和对方聊了2句，正准备回去呢。对门不是一直没人住的吗？那可不是，不知道今天怎么就来人了。管他干啥，走，陪我进去喝2杯，有好菜。那可好，走走走。听到有免费的晚饭吃，严老抠立刻来了精神。孙木木这边把来菜和来喜放了出来。主人好。以后你就待在院子里，看到外人进来，别急着就上嘴，但情况不对就咬他丫的。懂？来喜。主人，咱怎么了？嘿嘿，我想借你的身体一用。你想干嘛？你别怕，只是借一下你的身体，去看看95号院的那帮。你别反抗就行。随着孙木木根据竹少的介绍发动附身功能，一丝丝意识钻入来喜身体。主人，现在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孙木木试着操纵来喜的身体，刚开始还不怎么适应，慢慢就熟练起来。没人注意到一只黑乌鸦落到了95号四合院的正房房顶上。来喜，用你的视角看外面还挺有趣。嘿嘿，是吧？站得高看得远，可不是瞎说的。随后，孙木木便向旁边的房间查看了起来。呀，这就是秦怀茹。60年，贾东旭还没死，秦怀茹还没有后期那么骚气，但有些却没变，长得好看，雷子和屁蛋子够大，这小脸，这身材真没得说，怪不得保卫室那几个货一个个都对他颇为眼馋。房里的胖老太太他就不做评论了，看到他有些晦气，赶紧换了个往旁边飞去。右边屋子，许大茂和严不贵正喝酒打着屁。哎，大茂，你说这对门房子一直空着，有没有办法申请那么1、2间的？
我说三大爷，你就见了人家一面，就开始算计了。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。你想想，我要是跟那个小年轻聊熟了，到时候我俩找关系，我们俩加一加，弄一间房，多好。三大爷，你这说的太早，这一点消息都没有的，连对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。这就打个招呼的时间就能算计上了，真他丫的算盘珠子转世啊！算盘打得叮当响。随后，孙木木精神力发动，像是一阵暴风袭来，老严家的屋顶瓦片被掀出一大片。这时，三大娘急匆匆地跑了出来。这地上咋这么多碎瓦片？老严，还喝你个大头鬼！快回来看看！小伙用精神力听到三大爷严不贵想打自己房子的主意，一怒之下直接把三大爷屋顶瓦片钻了一大片，气得三大爷严不贵当场昏倒。接上集，听到动静，引得院中的住户纷纷跑出来查看。这么大个洞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哎，三大爷昏了，快送医院！别，我歇就成。一听送医院，昏过去的严不贵连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。后面的事，孙木木便不再关注，拍拍屁股飞回了家。孙木木意识回归身体。主人，爽不爽？哈哈，还行。主人喜欢就行，以后想完了就上我身。你这些骚话都跟谁学的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孙木木在东厢房找了个房间住了下来。深夜，一人一鸟的身影悄悄出了110号院子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孙木木又找了个位置躺了下来。来喜，你去外面盯着点，来人了记得叫我。半个小时后，熊哥带着小弟赶来，只是这次的气氛明显和上次不一样。熊哥，真的今天动手，不再多挑几次。抓住他后套出红薯的来源，以后什么价我们自己说了算。可对方要是人也多，怎么办？人多有个屁用，有这玩意谁来都不行。在树上的来喜听到这，一边向着孙木木飞去，一边向着这家伙来了个梨花盖顶。这是下雨了吗？咦，我丢，什么该死的玩意！来喜这边叫醒孙木木，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了一会。这些家伙想黑吃黑啊！如果真如来喜所说，一会得小心些。不一会，熊哥、金牙等人走了过来。来了，我可等你们好一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稍微吃了些。兄弟，红薯。看着靠近的众，孙木木精神力一扫而过，板车上藏着的刀棍棒，孙木木并不太在意，倒是熊哥腰间的东西，他有点担心。呛！但他知道这玩意他的精神力挡不住，至少现在还挡不住。得亏让来喜先探了探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红薯都在那呢。兄弟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请兄弟到我们那坐，有事商量下。那就带路嘛。我说兄弟，都不带反抗的吗？你们那么多人，我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掉的，走呗。见此，熊哥和金牙把孙木木双手绑了起来，先压着回去，剩下的人分批开始往回运红薯。孙木木被俩人带着左拐右拐的带到一户屋门前，傻汉正靠着门槛睡得正香。让你看门，你干啥呢？大个子擦了擦嘴角，当看到被捆着的孙木木，立刻露出笑容。你来了，来了，睡挺香啊。嘿嘿，干啥呢？过来探亲来了，进去。进了房间，熊哥也不再客气，说吧，这些红薯哪儿来的？你这屋子蛮大啊。孙木木没回答，只是眼光瞟了眼房间。看你小子还挺识相，我不想动硬的，你还是老实交代，别一会吃苦头。本来还在四处乱瞅的孙木木忽的眼睛一亮，找到了。柜子里面一个不小的箱子暴露在精神力下，透露精神力可以看到里面装着的金条和钱票。精神力一扫，箱子、手枪还有捆着双手的麻绳纷纷收进空间。孙木木甩了甩手，望向两人。熊哥和金牙两人看到解开双手的孙木木，震惊的说不出话。你！孙木木也和两人默契，两记精神力重拳拍到两人太阳穴，两人连反应都没有就晕了过去。孙木木挥挥手，把两人收进空间，禁锢了起来。孙木木也没急着出去找其他人，打开门，先把傻汉叫了进来。你好啊！傻汉傻呵呵地对着孙木木笑着，对于熊哥和金牙不在房间，好像并不在意。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去拉红薯？他们说我坏事，还说我吃太多。傻汉说话的语气有些委屈。聊了半个来小时，孙木木大概知道了傻汉的情况，没有家人，跟着金牙他们卖力气壮声势，坏事做过，还没少做，只是这家伙对于好坏心里并没有什么概念。金牙他们让他做啥就做啥，只是有些时候这家伙会坏事。今天这交易量太大，而且傻汉对孙木木太亲近，俩人就没让他跟着。我要走了，你待着吧。
我要跟你，我力气大。不用了。孙木木摇摇头往外走去。带我，有吃的，能睡觉就行。孙木木看着这大个子，想想也挺可怜的，心里便有了想法。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，可以做到吗？谈妥后，孙木木让傻汉留在屋内别出去，自己则打开门走了出来。2分钟后，地上的红薯、板车以及人影已然消失。夜晚，2个身影走在路上，小个子捂着屁股揉着腰，大个子大步推着车。你丫的，你不是说你会骑车吗？以前是会的，你不信我再试一次。骑你丫的，你没看车轱辘都弯了，还骑啥？老大，你竟然信这个傻大个，你还不如信我会骑车，哈哈！我尼玛！老大，他笑我。算鸟，都不容易。小伙小树林交易，没想到买家熊哥不讲江湖规矩，要黑吃黑，把小伙绑到小黑屋。小伙一气之下暴揍熊哥和其小弟，最后还将熊哥小弟收为己用。接上集，2人回到家里。大牛，今天晚上你睡地上。好。别的房间不好让外人睡，孙木木让傻大个先睡地上，后面自己买了房就好了。一夜无话，只有磨牙、放屁、挠肚皮的声音。第2天一早，孙木木红着眼出来房间。好家伙，你老家都被大牛偷了，真为你这大体格子丢人！你不知道咬他。来才委屈的往房间里跑去，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姐，你来了。你这夜里打狼去了，怎么这么憔悴？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秦城，另外一位是我们同一个院子的兄弟吴建邦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孙木木带着几人往院里走去，可刚进了院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右厢房外搭了个大的木屋，木屋下面躺着个人。木木，这算啥？牛马搭个牲口棚就这么住着？姐，别这么看我，是他自己非要住的，受害者还没来呢，这跟我1毛钱关系没有。来财这个怂货还没喊冤呢。说曹操就等。听到动静的来财跑着出了房间。妈呀！秦城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可由于过度紧张，还没走2步，腿一软摔到了地上。就这还没放弃呢，2只手用着力，像只蛆虫，一拱一拱。秦威和吴建邦也没好到哪儿去，2人站那一动不动，像是吓傻了般。来财，别动。姐，别怕，他不咬人的。听到这话，秦威和吴建邦2人这才回了神。木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熊吗？你在院子里养了头熊？小薇，你要不要先看下小城？众人往门口一望，好家伙，都快拱到内院门口了，还在那使着力呢。秦威脸色发黑的走了过去，站在秦城身前。秦城突然看到身前出现一个身影，连忙一把抱住来人的双腿。救命啊！有熊！有熊！有熊，你就自己这么跑了？胆子这么小，这就被吓跑了？还有一点秦家的魄力吗？秦城一听声音，又回头望了望。姐没事了吗？起来，丢人的玩意！木木，这怎么回事？姐，狗是我弄来看院子的，这么大地方我上班也没时间管，有它再安稳些。来才不知道什么吓人不吓人，只是在那甩着尾巴。秦威这一瞧，发现这条狗竟然还挺好看。那狗窝那家伙怎么个事？那傻子我路上捡的，非要跟着我。谁问你哪儿来的？我问你怎么会让他占了大狗的窝？听到这话，秦城和吴建邦都是一脸懵，怎么问着问着话题就偏了？可能是他觉得来财的狗窝睡着香。肯定睡得香，动静这么大也还没醒来的迹象，能不香吗？随便收拾一间屋子先给他住，让人住狗窝算什么事？不用，昨晚来不及，我重新给他租个房就行。费那是干什么？空了这么多房间，空着也是空着，除了正房，其他的你可以安排，别是社会上那些盲流子就行。还有你大家伙，你最好给看好了，咬到人或者吓到人可都不是闹着玩的。门外2人正搬着东西，秦威今天不知道咋了，以前话也没多少，今天跟个话痨一样。小程，你弄快点，都和大个子学学，看看人家。秦城2人心里苦啊，干活就算了，还得一边干一边挨训，这叫什么事？只有被叫醒干活的傻大个乐呵呵的搬着东西。秦城2人看着这傻货，真想上去给他2拳。体格子好，显得自己能耐呗。你趴就不能搬慢些，你棒槌啊！110号正忙着，这么大的动静，对面95号自然不会不知道。可一个人也没有赶上前的，那2辆停着的小轿车和车边站着的军服护卫，哪一样都让众人不敢有什么动作。乖乖，这是白面吧？
那可不，前方还放进去一只大公鸡，机关都是血红色的。这座小轿车的就是不一样。唉，姐，都装好了。好。木木，咋了？这是500块钱，你拿着。薇姐，就一只鸡加一些米面，太多了。多啥多？这是好东西，别人求不到的那种，这价是应该的。拿着吧你，这些东西可不止我自己用，还有别人要的呢。那些都是不缺钱的主，这次先带回去让他们尝尝鲜，味道好的话，下次价格再提。那行吧，薇姐。对了，木木，能弄到人参吗？年份久点的。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弄到，得问了才知道。这样，你让人去给我弄些人参种子，再弄些猪崽子，可以弄到吗？这可以弄到，但是要这些干什么？人家的规矩，摘1株种10株，就算没有也可以拉关系，但得过些日子才行。行，你等我。随后几人便驱车离开了。95号院子门口，众人见没的热闹看便想着离开，倒是许大茂整了整衣服往这边走来。嗨，兄弟！小火院门口停了2辆小汽车，引得95号院众人纷纷出来凑热闹。众人羡慕地看着对门小伙，谁知令众人惊讶的是，同院的许大茂居然认识对门小伙。接上集。嗨，兄弟，还记得我不？那天在公厕外面。95号院的众人都一阵惊讶，他们没想到这许大茂竟然认识对门新来的小青年，路子果然也。靠关系进我们厂，还和许大茂这种人熟悉，能是什么好人？认识大茂哥吗？上次的事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兄弟，这是……我帮人看院子呢，也能有个地方住。话说我们现在可是同事呢。怎么说？没听说厂里招人啊？我现在是红星轧钢厂的后勤采购员，昨天刚入的职。真的？那可巧了，缘分啊！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后天吧，今明天要回去办点事，后天我请你。行，那就后天，你先忙。要不说许大茂会做人呢，见人就是一张笑脸，你说他虚伪？呵呵，该说不说，整个95号4合院谁家有许大茂家过得好？进去了大牛。不一会，秦薇带着2个人来到院子。薇姐，木木，给你弄了10头猪仔，这是人参种子，1两种，时间太急，只能弄这么多。够了，薇姐。那行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送走3人后，孙木木把猪仔和人参种子收进空间，原先的10头大佩奇全部当头一棒，收进储物柜，小佩奇全部放进蓝山，人参种子种下，开始灵叶浇灌。此时的人参幼苗已经彻底变样，土壤上方一小撮红色果子熠熠生辉，下方一根根人参已经有些许人形的特征。见状，孙木木不再关注，回到院子。大牛，厨房给你留了些粮食，我出去2天，明晚回来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好的，老大。你干啥去？我去守着吃的，别被狗哥抢了。你这2脚兽，比我还狗。随后，孙木木踏上了回村的路，来才在空间，来喜则待在自行车把手上。来喜看着乐呵的孙木木，好奇地问道：“老大，你高兴什么？”赚钱了，能不高兴？想起箱中的物品价值，孙木木更是神清气爽。孙木木夜里就清点了一下箱中的财物，现金3200多块，票据500多，7根大黄鱼，35根小黄鱼，加上现金，票据一共价值差不多22000块。空间那2人已经被孙木木拷问过，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捞。至于2人最后怎么样，自然是和他们的那些小弟去团聚了。到村子前已经是下午，道路两旁忙活的田地里，村民看着骑着自行车的孙木木，一个个行来注目礼。这边王双宝看着路边停下的身影，有些眼熟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靠了过去。队长叔，木木，你回来了。虎子，你家木木回来了。远处忙活的王虎和李大花听到声音，连忙小跑着冲了过来。舅妈，你们慢点。小木木，你这是发达了，这才出去几天，连自行车都有了。发达什么？叔，这烟你拿着抽。别，留给你舅吧，我这有烟，抽我的。都有，这是给队长叔带的，你收着。木木，你回来了。舅妈，这些日子还好吧？好，孩子真的长大了。所谓一家欢喜一家愁，王虎几人是高兴了，可有的人脸色就不好看了。此时，一个身影偷摸离开了田地。王虎，你们2口子跟着木木先回家吧。队长叔，你也一起去做吧。你们去吧，我得看着他们点，晚上再过去。走吧。孙木木也没再勉强，推着车跟着2人往家走去。这时，村民纷纷凑过来围住了王双宝。队长，刚刚那是孙木木，
以前那个瘦小子。对，人家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别说1、2毛钱一包的香烟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自行车都有了，那可不少钱呢。要我说，那是鸟才不烦，只有有钱人家才会养这玩意，普通家庭狗都不养，更别说鸟了。村民一阵叽叽喳喳，讨论着孙木木到底这些天干啥去了，怎么突然有钱了？只有孙家老二、老三两家脸色不好看，两家最终还是没分得了家。老三家花了50块买了孙木木原先屋子，老两家则得到20块补偿。至于老五得到了些什么，他们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孙德才这小子跑哪去了？是不是又跑哪儿偷懒去了？这边孙木木跟着两人来到院子，却发现3个表妹、表弟竟然都在家。舅，小花和二柱咋没去上学？哥，几个小家伙看到孙木木可高兴了，最小的娃子王三路已经连滚带爬的冲了过来。哥，抱！还上什么学啊？学校都停了。怎么回事？哟呵，小家伙长肉了。学生都没饭吃了，哪儿有力气每天跑那么远路去上学？有的老师都快活不下去了。孙木木点点头，太正常了。老师有这情况的可能不多，但学生绝对不会少。回来的路上，有的村庄路旁的树皮都快被扒完了，孩子们自然没什么吃的，当然胖了。这3个孩子天天不上学，吃了就睡，能不胖吗？现在他基本不让3个孩子出门，太抢眼了。别人家的面黄鸡瘦无精打采，就你家几个娃精神奕奕的，是个人都能瞧出端倪来。姐哥有奶糖。小娃娃对着哥哥姐姐大声喊着，2个在玩泥球的家伙连忙奔了过来，仰着头希冀地看着孙木木。都有，1人2颗，其他的舅妈你收着。小伙因为成为首都采购员，激动地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往家跑去。刚到村里，引得村民纷纷围观。见不得好的小叔居然偷偷跑去举报小伙投机倒把。接上集，其他的舅妈你收着。木木，你买这东西干啥？费钱玩意，吃下去还不抵个事儿？要钱又要票的东西，买个几粒尝尝味就行了。这钱买粮食多好。没几个钱，你拿着。对了，舅妈，家里粮食还多吗？多，还有不少呢。舅，你抽这个，特地给你买的。木木，你又乱花钱，买这么好的烟干什么？王虎接过香烟，乐呵呵地瞅了几眼，最后还是不舍得抽塞进了口袋。多，要不是我拦住你，那些红薯早没了。舅妈，怎么个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别人家苦看不下去了呗，非说要送些粮食，要不是我和队长家拦着，红薯的事早露馅了。舅妈，这事你做的对，这时候一定不能太心善，不然会出大事的。舅，这种事你得听舅妈和队长的，这时候的粮食就是命，别人知道了你有粮食，会不会跟你拼命？就算你说没有了，你猜他们会不会信？现在这情况太多了，帮不过来的。听到木木说的话没？傍晚时分，王家院子又热闹了起来。桌上的菜没有多少，一个红烧肉，一个猪头肉，一盘花生米。木木，你真是厉害啊！这才几天，工作有了，自行车都分配了，过不了几天，是不是就得分房？过奖了，运气好而已。坐在孙木木旁边的王小龙听到这话，早羡慕的脸都歪了。木木，证明明天我带你去大队开，没什么问题。那谢谢队长叔了，以后还麻烦叔多照顾下我舅家。那不用你说，队长叔，我敬你一杯，麻烦你了。干杯。大人喝着酒聊着天，娃娃们则在旁边都来戏。几人正吃喝着，忽地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。开门，开门！王双宝还以为出了啥事，起身往外面走去。孙木木几人连忙跟上。几人来到院外，胜利，你怎么来了？双宝，你也在？我正吃着饭呢，突然来了一伙人，说他们村有人投机倒把，为首的还是公社干部。这一了解，真是哭笑不得。叔叔举报侄子，还是亲叔侄，真他丫的林子大了，什么人都有。关主任，就是他。你孙木木不是有钱吗？不是有自行车吗？看你怎么解释来路。你这家伙别恶心人了行不？都分了家了，你好好的继续做二流子呗，非来找死。你就是孙木木。对，怎么了？这么兴师动众的，这架势不知道还以为什么大领导呢。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，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。胜利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对呀，大队长，我们孙木木今天才回来，弄错了吧？舅，你别管。我去调查，你他喵到底是谁？我都不知道，你说话算屁啊！你愣着干啥？动手啊！谁敢上前来试试？哦，来啊！怎么停了？
你还敢暴力反抗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别跟我在这扯这扯那的，你的证件先出示一下。听到这话，中年一顿，伸手掏了掏口袋，却摸了个空。怎么，你们来抓人，带头的连个证件都没有？那证明呢？也没有。那你们几个是什么人？公安还是公社工作人员？不会都不是吧？几人现在哪儿还有刚才的嚣张气焰，纷纷扭头看向孙德才。关哥，你证件呢？队长，我怀疑这几个社会不法人员冒充公社干部。那你的证据呢？我们只是证件忘记带而已。证据？那你们抓我的证据呢？一个公社卫生员带人来抓投机倒把，怕不是要笑死个人哦。那你解释下这自行车怎么来的？还有之前分家还的钱怎么来的？解释你？我干嘛和你解释？你算老几？呸！要么出示证件，要么滚蛋！别在这唧唧歪歪的。你好，有种你别跑，明天我再过来。我跑，你别跑就行。走。望着中年带着人离开，大队长刘胜利和小队长王双宝面面相觑，怎么感觉不对劲？木木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得罪了这些人可不好办。放心，就你等着吧，有他们受的。木木，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队长叔。你有数就行，我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们大队长刘胜利。刘叔好，没吃饭吧？来了真好一起。不了，家里正吃着呢。刘胜利被弄得都有些尴尬，带着人来抓人，结果来的人被骂走了。走什么走？一起喝2杯。大队长刘胜利也知道了孙木木工作的事情，拍着胸脯说肯定会照应王虎两口子。多了一个人，几人喝得更尽兴。这酒可是从首都带回来的，一般人可尝不着。好酒。双宝，你做的不错，我们大队竟然出了个首都大厂的工人，不错。几人吃着饭聊着天，天色渐晚，送走几人后，你看木木买的这布多好看。是好看，回头给你和几个孩子做几件花袄子，肯定更好看。花袄子，我要穿花袄子。做什么袄子？木木不是已经一人给我们买了一件，这不留着以后小花他们结婚再用，多喜庆。舅妈，用吧，到时候小花他们大了我再弄些就好了。那也不成，瞎买什么，钱多难赚，你不得留着娶媳妇了。你还怕咱外甥找不到媳妇啊？人长得帅又是首都的工人，什么样的找不到？像外甥这样的，那不得找个干部。孙木木一脸奇怪地看着两人，怎么聊着聊着在那傻笑呢？关上门来到隔壁房间，3个小家伙的房间今天归他住。夜里，一只乌鸦来到孙家院子，透过窗户定睛望去，孙德才的房间里，几个青年正喝着酒。孙哥，你说明天关主任会来吗？应该会吧，关哥只是证件没带而已，放心，明天让那小兔崽子好看。小伙回村因为骑了一辆自行车，就被自己的亲叔叔举报投机倒把，带着一群人来抓小伙。谁知小伙也不是个善茬，直接掏出真理，把几人赶跑。晚上叔叔和几人商量怎么报复侄子。接上集。应该会吧，关哥只是证件没带而已，放心。我看可不一定，孙哥你那侄子有点牛叉，以前哪个见到我们不老老实实的，今天差点就栽了。我看关主任不一定搞得定他。怕什么？下次偷摸地干他一波。我就弄不明白，这个孙木木怎么就那么难对付呢？这次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请动这个关主任。来，喝一个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明天再收拾他。收拾我？那我先把你们收拾了吧。说着，孙木木飞上了屋，直接倒弹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妈，救命啊！几声惊呼惊动了隔壁的老两口，俩人连跑着出了门。这一看，老太太直接瘫在了地上。眼前的场景实在太惨，之前还好好的一间屋子，怎么突然塌了？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老二、老三。这时听到动静的孙德文和孙德龙走了出来。你们站着看啥？快把你弟弟救出来啊！妈，救他可以，但是今天必须把家分了，不分家就不救。对，不分家就不救。对，今天必须分家。对。哎呦，我怎么生了你们这群逆子啊！老两口实在没办法，最后以同意分家的条件，孙德文、孙德龙俩人才把人拉了出来。这几个老六运气真是好，居然没砸死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第2日一早，孙木木拿着大队开的证明，拜别舅舅一家，来到公社派出所。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来自首。姓名？孙木木。年龄？18。犯了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来自首，你自首什么？公安同志，是这样的，昨天我从厂里回来，晚上就来了几个自称公社的领导来逮我，说我投机倒把。孙木木把昨天晚上的事大概陈述了一遍，听得2名公安一头的问号。
我想着不能给国家添乱，今天这不就自己过来配合调查了。你是工人？对，我是首都红星轧钢厂的物资采购员，这是我的证件和户籍信息证明。俩人一听不得了，眼前这个嘴巴还没长毛的小家伙竟然还是个工人。结果证件一看，还真是。小郭，你去问下昨天晚上局里有没有安排出勤。好的，叔队。哎，等等，我这还有个东西，这可能是昨天带头人落下的证件，姓关。俩人接过一看，证件没假，人还是熟人，这就不好办了。孙木木看着两人的脸色，也猜到了情况。公社就这么大个地儿，今天就算放了个屁，明天连屁是什么味都得传开了。麻烦你们快些核实，我这边有军委大院的委托采购事宜要去完成。这家伙哪儿是自首，这分明是来找事的。同志，那要不你先去办事。那可不成，这事不搞清楚，没个结果我哪敢随便跑，别事后给我抓了。这下两人没办法了，只能上报他们所长。虽然不知道给军委大院办事这事是真是假，但他们也没胆子去核实。那您稍等。说完，一名公安就给孙木木倒了杯水。瞧瞧，瞧瞧，都说有钱不如有权，大实话，他就随便透露个消息，俩人称呼都恭敬了。如果不用这名义，人家全是熟人，给他抓了，好好整一顿。而且这他也没下手，他不是得给秦威弄人参吗？果然，还没过3分钟，又进来一个公安。你们2个先在外面等着。是。同志，能否透露下哪位委托你采购的？别的我不能说，只能告诉你姓秦。中年一听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把姓关的给我抓起来。所长，真抓吗？公社那边不好交代吧？交代什么？犯了法我们就得抓，为什么要跟他们交代？这，别问了，所长，我这就带人过去。不一会，4名公安出了局子。叔队，真抓吗？抓，这次姓关的肯定踢到铁板了，别说他，谁帮他说话都得栽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关培军就被带到了派出所。所长，人带来了。同志，看一下是他吗？就是他。知道了，陆队，你带人审一下这家伙的情况。到现在，关培军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抓。所长，我能过去和他说几句吗？可以，要单独弄个房间吗？不用，就说几句。孙大哥，我错了，饶了我这一次，真的错了。关主任，别这样，不是说好今天来找我的吗？怎么突然生分了呢？我真的错了，我赔钱，你要多少我赔。别，昨天的你可不是这样的，你变了，关主任。变了？变什么了？我还是喜欢昨天你那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对了，陆队他还有几个同伙，可得好好审一审。行。不顾关培军越叫越大的喊声，孙木木和所长进了房间。还没问所长贵姓？我姓陈，陈国禄。感谢陈所的帮忙。快中午了，请您和陆队吃个饭。那多破费，不用出去，就在我们食堂吃就行。最终这可还是没请成，3人在派出所食堂吃了一餐，3人也是熟络了许多。陈哥，陆哥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下次回来怎么也得我请了。请什么请？多生分，以后回来了还来我们食堂吃。都行，哈哈，那我先走了，别送了。行，慢点啊。所长，会不会有假？假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想想，就算不是真的又怎样？抓了一个卫生员而已，我们按规章办事，这事谁也戳不了我们几两骨。但假如是真的呢？陈国禄这小心思就是赌这小子能推他一把。下午5点多刚进，就看到自家门口吵吵嚷嚷的围了一阵。干什么呢？你们在我家干什么呢？你家傻大哥被人打了。叔叔举报侄子投机倒把，小伙一气之下直接推到叔叔房屋。随后小伙回到自家院子，发现自己小弟被人抱走，接上集。你家傻大哥被人打了。干什么呢？你们在我家干什么呢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贾张氏看到孙木木，立刻冲了过来，对着孙木木的脸就想来几爪子。9阴黑古枣，我操，反了天了！打人了，打死人了！这一家子太欺负人了，打了我家棒梗，现在又打我这个老婆子。来人说说理啊！你怎么还打人呢？抓住他，送派出所。你敢打我妈？贾东旭看到自己老妈被打，马上就要上前，却半路被秦怀茹紧紧地拉住。那一对大雷子紧紧压着贾东旭的手臂，挤压成的形状，看得旁边的何雨柱鼻血差点喷出来。秦怀茹，你放开我，听到没？东旭，你别那么冲动。小秦，你先把你妈扶起来。易中海也一把拉住贾东旭，这可是他物色的最适合给他养老的对象，可别一下冲动进去了。
你这小伙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说话的刘海中挺着个大肚子，这年代能吃成这样也是个奇葩。讲理？你们无缘无故进我家院子，上来就打我，这刚回来就差点破相，还说我不讲理。孙木木是吧？这汉子打了棒梗，还抓住棒梗不让走，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可不答应。对，得给我们个说法。小孩子被打坏了怎么办？大娘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先别哭，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老大，那小孩偷我的红薯。瞎扯什么？我家缺你的红薯。对，我家棒梗多老实的孩子，你说偷就偷了，就算拿了你家的红薯，你也不能打他。我没打他，我让他赔红薯，他咬我一口。那你也不能打他。老大，我没打，他咬一口就跑，我睡觉，他们进来把门锁砸了。这也是迫不得已而已，棒梗能知道什么？他还只是个孩子啊。这位大爷，请问您是他家的哪位？没关系，我是院子的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说个灯啊！我还以为你是这老婆子男人呢，一直在这叭叭叭的，是不是对他家有什么心思？看上老婆子了，还是看上这大雷子婆娘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，对姨大爷客气点。你再指我一个试试。指你怎么了？大牛，干他！嘿嘿。乌鸦坐飞机。看到何雨柱被打，许大茂差点笑出声。傻柱看着门板一样的傻大个，又望了一眼孙木木。傻柱提着拳头便向孙木木砸来，孙木木就等着这家伙呢，精神力压着傻柱拳头，傻柱肚子。傻柱弓着身子，酸水差点没吐出来。他们还以为也就大傻个体型大，厉害些呢，哪知道这小年轻也是个厉害角色，连傻柱都打不过这家伙。你不可理喻，怎么还打人呢？有事说事，还敢动手？真当你们人多我会怕呢？大娘，我再问你一次，那孩子偷了红薯没有？你打他了没有？偷了，我没打他。听到没？既然你们不信，通公吧。既然你们说打了孩子，那告公安更合适。只要公安调查出大牛打了他，该赔多少我赔。但要是没打，这孩子还偷了东西咬伤人的话，可就不止赔偿了。你们砸了我家的锁，这是私闯民宅。那你打人的事呢？打人，他们先动的手，我不还手，站着被打。你们不服也可以通公啊，正好一起。大娘，走，一会问你什么就说什么，有我在。说着就拉着大牛准备出院子。贾家人慌了神，棒梗什么样，他们还能不清楚吗？也就是看着这个大个子傻傻的，他们来敢闯进来，真要通了公安事可就大了。哎，等等，好商量，别报公安啊！孙木木只当没听见，这些个人一个个的都是欺软怕硬的主，就得让公家治治他们。孙木木出了院门，却见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。小伙子，挺精神啊！谢谢老太太。小伙子，麻烦你个事儿呗。这老太太不就是号称四合院最清醒、最聪明的龙老太太吗？对傻柱那是偏心到了没边。什么事？你说。贾家的事先别去报公安嘛，再商量商量啊。孙木木听到这话，意外的看了老太太一眼，他还以为是别的事。咱们还是让公安同志来调查下，免得说我欺负人。不会的，只此一次，后面要是还有这种事，我就不管了，给我个面子。下次一定给你面子。你脸可真大。最终孙木木还是通了公。公安来了后了解了下情况，也没多问，看到贾张氏那张脸就大概猜到了情况。这老太婆可是名人，三天两头的就得给他们找事。事情清楚了，大个子没打你们家孩子，倒是他偷了人家红薯还诬陷人家，你们想怎么处理？公安同志，都小孩子家的，也没多严重的事发生，要不算了。哎，别，小孩不懂事，你们大人也不懂事。公安同志，这该怎么判？小孩子还太小，只能让大人赔偿。不对吧？他们还砸了我家大门的门锁呢，我可以告他们入室抢窃吧？